东汉，一个既延续着西汉荣光，又孕育着全新变局的王朝。它以新朝覆灭的灰烬为起点，缔造了光武中兴、明章之治的黄金时代，将汉文明的影响力推向西域万里，却也深陷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泥潭，最终在黄巾起义的烈火中分崩离析。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，但到他这一支时，家族早已衰落，父亲不过是地方小吏。昆阳之战后，他凭卓越军事才能一战成名，却也因功高震主遭到更始政权的猜忌。兄长刘演被冤杀后，刘秀强忍悲痛，既不夸耀昆阳战功，也不为兄长扶丧，以此换取更始政权的暂时信任。随后，刘秀被派往河北安抚州郡，这成为他命运的关键转折。当时河北豪强林立，王朗等割据势力犬牙交错，刘秀以汉室宗亲身份收拢人心，同时联合地方豪族与士人集团，逐步构建起自己的政治根基。公元25年，刘秀在浩县称帝，重建汉室，史称东汉。此后10余年，刘秀先后平定赤眉，歼灭关东群雄，降服陇右魁骁，扫平蜀地公孙述，于公元36年完成全国统一。统一天下后，刘秀没有效仿汉高祖诛杀功臣，而是以柔道治国，给予开国功臣优厚爵禄，解除其兵权，使其安享晚年，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剧。在政治上，他削弱三公实权，将政务中书移入内朝尚书台，整顿吏治，精简机构，才太冗官。他还试图推行度田、丈量土地、清查户口以抑制豪强，却因地方阻力过大而被迫妥协。这一妥协埋下了东汉豪强做大的伏笔。在文化上，刘秀扩建太学，设立五经博士，亲自讲学论经，使儒学进一步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。在经济上，他减轻赋税，7次下诏释放奴婢，恢复生产，全国人口逐步恢复，农业生产重回正轨，社会趋于稳定，史称光武中兴。汉明帝刘庄是光武帝第4子，生性严明，理政能力极强。他继承父志，厉行节俭，亲自核查刑狱，平反冤狱，明法审令，朝政肃然。他任用班超出使西域，班超以36人为班底，凭胆略与外交手腕纵横西域30余年，先后使50余国归附，西域都护府得以重建，断绝数十年的丝路再度畅通。汉章帝刘达则以宽仁著称，史称其好儒术，崇尚经学。他在位期间召集全国儒生召开白虎关会议，统一经义一同，编成白虎通义，正式确立了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。汉章帝时期，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，用树皮、麻头、破布、渔网等廉价原料，造出质量更优、成本更低的植物纤维纸，极大推动了文化传播。明章两朝，吏治清明，经济恢复，人口大幅增长，史称明章之治，与西汉文景之治并列，被后世视为古代治世的典范。公元88年，汉章帝去世，年仅10岁的刘肇即位，是为汉和帝。由于皇帝年幼，窦太后临朝听政，他的哥哥窦宪掌握朝政大权。公元89年，窦宪率军出击北匈奴，于燕然山刻石记功，彻底击溃北匈奴主力。北匈奴被迫西迁，解除了汉朝北方数百年的边患。公元92年，汉和帝联合宦官郑重发动政变，诛灭窦氏外戚集团，开始亲政。和帝勤政，多次赈济灾民，减免赋税，东汉人口达到5300多万，国力臻于极盛，史称永元之龙。然而，和帝依靠宦官铲除外戚，使宦官势力正式登上政治舞台，而他本人年仅27岁便英年早逝。身后继位的皇帝大多年幼，幼主即位，太后临朝，外戚专权，皇帝长大，依靠宦官铲除外戚，宦官专权的恶性循环就此铸成。汉和帝去世后，百日婴儿刘隆即位，是为汉商帝，8个月即夭折。邓太后历13岁的刘祜为帝，是为汉安帝。邓太后临朝听政16年，她颇有作为，提倡节俭，任用贤能，政局上称稳定。但她长期把持朝政，不肯归政，也为外戚专权开了恶劣先例。公元121年，邓太后去世，汉安帝联合宦官李润、将军诛灭邓氏集团，宦官势力开始膨胀。他们干预朝政，卖官鬻爵，结党营私，政治日趋腐败。汉安帝去世后，严太后立幼帝刘毅，其兄严显专权。刘毅在位7月即夭折，宦官孙承等19人发动政变，拥立汉顺帝刘保，
史称19侯。宦官势力进一步壮大，获准收养养子世袭爵位。东汉外戚专权的顶峰是梁冀时期。汉顺帝去世后，年仅2岁的刘炳即位，是为汉冲帝。汉冲帝在位仅5个月就夭折了。梁太后历年仅8岁的刘纂为帝，是为汉质帝。梁太后之兄梁冀专权，残暴跋扈。汉质帝虽年幼却聪慧，在朝堂上指梁冀曰：“此跋扈将军也。”梁冀大怒，竟派人毒杀汉质帝。随后梁冀历15岁的刘志为帝，即汉桓帝。梁冀专权20余年，家族7人封侯，3人为后，6人为贵人，2人任大将军，党羽遍布朝野。他搜刮的财富相当于东汉半年赋税，骄奢淫逸，引发朝野公愤。公元159年，汉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5人发动政变，诛灭梁氏集团，单超等5人封侯，史称武侯。此后宦官完全掌控朝政，东汉政治进入最黑暗的时期。宦官们横征暴敛，鱼肉百姓，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州郡，掠遍天下，民不堪命。宦官的黑暗统治引发士大夫集团的强烈反抗。以李英、陈蕃为首的政治官员与3万太学生结成清议集团，以儒家纲常抨击宦官乱政，要求改革。宦官集团随即展开残酷镇压。公元166年、169年先后爆发2次党锢之祸。宦官诬陷士大夫结党谋反，将其逮捕、处死、流放或禁锢终身。2次党锢之祸彻底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，也让天下士人对汉室彻底失望。东汉末年，政治腐败至极，豪强疯狂兼并土地，大量农民沦为流民，加之天灾频发，瘟疫横行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。起义由太平道首领张角组织发动，他以符水治病传教，10余年间在清、徐、幽、冀等8州聚集信众数十万，提出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的口号。起义军头裹黄金，史称黄巾起义。东汉政府猝不及防，起义军数月内席卷大半个中国，攻城略地，焚烧官府，官军屡战屡败。走投无路之下，朝廷被迫饮鸩止渴，允许地方豪强自行募兵镇压起义。这一决定直接催生了地方军阀势力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彻底瓦解。黄巾主力虽在9个月内被镇压，但余部坚持斗争20余年。各地军阀借镇压起义迅速壮大，拥兵自重，割据一方，东汉中央政府名存实亡。公元189年，汉灵帝驾崩，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展开最后火并。何进召凉州军阀董卓入京，却先被宦官伏杀。袁绍随即率军入宫，尽诛宦官，持续100年的七宦之争就此终结。但董卓趁乱控制洛阳，废少帝，立献帝，独揽朝政。公元190年，关东各州郡起兵组成联军，推举袁绍为盟主，讨伐董卓。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，纵火焚烧洛阳，使这座200年都城化为废墟。关东联军各怀一心，拥兵自保，很快自行瓦解。此后各地军阀陷入混战，曹操在陈留起兵，逐步壮大。公元196年，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取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。曹操先后击败袁术、吕布、袁绍等割据势力，统一北方。公元208年，曹操率20万大军南下，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、刘备联军击败，统一全国的愿望落空，三国鼎立的格局初步形成。公元220年，曹操去世，其子曹丕继承魏王爵位。同年，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，登基称帝，建立魏国，改元皇初。历时195年的东汉王朝正式灭亡。东汉虽然最终灭亡了，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它是儒学正统化的完成时代。从白虎关会议统一经义到太学的空前扩张，东汉将儒学牢牢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。此后历代王朝均以儒家伦理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核心基础。它是豪强门阀崛起的关键时代。东汉依靠豪强建立政权，也最终被豪强所吞噬。东汉的地方豪强势力是此后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的直接源头。它也是思想多元萌芽的时代。党锢之祸后，幸存的士人开始逃离现实政治，转向玄学、道教与佛教寻找精神寄托，为魏晋玄学与隋唐佛教的兴盛埋下伏笔。东汉的历史是一首辉煌与悲凉交织的挽歌，
他曾创造盛世，将汉文明的影响力推向西域万里，却因制度性缺陷与内部腐朽，最终走向分崩离析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